嗨，這裡是大秦帝國，傳遞遊戲經驗的戰果。今天來看一下 2.3.3 版本都更新了什麼。首先是上線就可以領到的信件補償，有彩繪章、藍圖轉換次數、心願代幣、疊之陣跟新之彩。再來是新的星柱寶箱、靈之序章，套裝加上髮型總共6件套。有待機動畫、專屬動作。星柱特效是弹指的空間法則特效。下面是一個可騎乘的領地收藏品，只能固定在原地，不能飛出去哦。效果就像是個搖搖車。那下面是一個蛇骨背包，還有妝容包、衣服、鞋子和一些小東西。再來是2月26號至28號，星柱石禮盒增加了一次購買機會。之前買過的就刷新了，可以再買一次。再來是限時星元，使用期限到3月2號的晚上6點，過期就不可以使用了。還沒用完的要趕快上線花掉哦。再來是新的家具包，美影輕池，有一個可以泡的大溫泉，還有一堆粉色系木質家具和壁紙。再來是新的設施包，即刻廚餘，包含一個灶台、一個冰箱和一個儲水箱。再來是新的角色外觀，青春輝級套裝，是一套網球服哦。再來是新的願望機獎池，包含正中靶心、老練獵手皮靴和獵食者。接下來是戰鬥平衡性調整，考慮到暴擊率帶來的不穩定性，所以提高了幾隻異常物的戰績傷害。遠貴之蝶的小技能從80%調整到120%超感強度的槍械傷，快照小技能從400%調整到800%，幻聖靈小技能從400%調整到600%，地獄孤狼小技能從400%調整到800%。同時修復了極寒水母和永恆烈陽的異傷類型錯誤問題。之前的水母跟烈陽上面寫的是增加異常傷害，但實際是元素傷害哦。那現在全部都修正為異常傷害了。接着是武器調整，現在 SKS 尋路者跟焚滅之影和 TEC9 附加規則3把槍，充能後傷害類型從槍械傷調整為異常傷，爆傷弱點依舊能吃到加成哦，並且關鍵詞觸發統一改為射擊命中觸發，所以之後吃不到槍械傷加成了。那這個改動算是利好新模組了。再是關鍵防具鎏金副長，官方終於發現它太撈了，所以在原本功能不變的狀態下，新增了灼燒暴擊率跟灼燒暴擊傷害加20%的效果。但目前應該算是有 bug， 就是对玩家是正面的那種啊。有興趣可以趁着還沒改，趕快去玩一下，不然懂得都懂啊。再是因應高射速狙擊步槍的出現，所以現在提升了狙擊子彈的制作數量，同一份材料可以制作出更多的子彈了。再來是新增攀爬中斷，攀爬過程中可以通過移動隨時中斷哦，人物更靈活了。但缺點是爬牆更容易不小心就中斷了。不過這個可以在設置裡面開關，所以不習慣的可以自己把它關掉哦。那再來是污染區虛實地帶，用對應的屬性擊殺怪物，掉落物幾率將加倍哦，就是變成半透明的虛態用元素槍打，變回原本的實體就用物理槍打。再來是新增了污染區彈出資訊的顯示效果，上面会顯示該污染區的特性跟怎麼打之類的。現在污染區蠻荒地帶再次提高了植物變異幾率，並且如果是帶有荒種特性的污染區，所有人都可以在野外非領地的地方隨地大小種自己想要的菜，不必非要是園丁職業了。但相對的，你種的菜也會被別人偷哦，就算園丁也一樣，所以想種就要自己想辦法保護好自己的菜地哦。再來是住到污染區裡，因為要抵抗腐蝕而出現的加固時間效果，現在可以疊加到72小時了，不用再每天都怕忘記加固讓家爆掉了。不過搬家後加固效果就會消失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哦。再來现在的負面錯亂效果最多同時存在2個，不會再出現之前那種病痛纏身、解都解不完的狀況了。現在吃一顆理智軟糖基本都能解掉，並且負面錯亂解除後會有一定時間內不會再次觸發，算是一個很有感的改動了。現在異象標籤新增了一個礦脈噴張，當出現標籤的時候，在異變盛宴中開啟的前5個寶箱基礎獎勵都會加倍，但是加倍效果不包含17級的完美模組箱哦。
再來是模組界面新增顯示了17級完美模組箱的保底剩餘數量及刷新時間，這邊可以看到自己還有多少保底箱沒出哦，還有多久可以恢復一次保底。這改動不錯，但是沒有改到痛點上哦。如果是顯示取得保底的剩餘次數就好了，不然還是不知道自己刷了多少電子廠，萬一給刷忘了，提前出了完美模組箱，一樣是白瞎哦。下面還有顯示閃光模組的質變幾率為 30%， 再次獲得同樣的17級模組，就有 30% 幾率變成閃光模組哦。但目前只有武器有閃光模組哦，所以要注意開保底箱，不要去選已經17級的防具了。上面也新增了模組商店的快捷入口，可以直接點擊進入。再來是4級懸賞獎勵升級，提高了高等級懸賞任務的新資材獎勵，優化了快速轉盤的交互表現和操控體驗，優化了種子圖標，讓每一種作物都直接顯示在上面了，但沒完全優化，還有一些是用蘆薈代替的。修復了馴獸師動物在擁有爆裂虛靈等虛靈特性時，攻擊不會觸發其他戰鬥特性效果的問題。最後是一個兌換碼，可使用期限到3月9號。打開 F3 活動界面，點右下角的兌換碼，輸入2026 SFOH， 可以獲得1000新資材、原櫃之蝶寶箱和一個500折100的商城優惠券哦。OK， 那這期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訂閱、點讚，也歡迎留言討論。以後會出更多的經驗總結小訣竅。謝謝大家。